我之前在我的 IG 收到一个信息哈，他说：“艾德人你好，你有没有兴趣试驾我的车？这款车在抖音里面蛮红的一款，你应该也没有出现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啊。就算你开过，你应该也没有试过这么原装的一个引擎。它是一个大众品牌冷门的车款，小众的引擎，奔驰内饰，但是有改装过，宝马的操控，这是外国人媒体评价过的。然后它的灯也是很漂亮的。那我就想了很久，是什么车呢？过后我就直接问到底是什么车呢？它是 Mercedes 的 CLS。我听到这波声了。 我后面喷黑烟呢，100，你付多一定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艾德人，艾德人不是一个车兵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了 POV 试驾系列了啦。我们今天升隔壁有位 Johnny， 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也是特地从 JB 下来的啊。我发现到我试驾的很多车啊，大多数啊都是来自于 JB 的。可能你在 JB 比较红，因为 JB 可能玩车比较多。其实是。我们今天车后面有一辆比较少见的奔驰的 CLS。如果你在这个二手市场里面哦，你可以搜到有汽油版有300，有350的，有400，还有500，还有一个 CLS 63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找到柴油的话，是真的是稀有的。这后面这辆是一个 CLS 350。 哈，你在这个二手市场的话，你去找哦。如果你找汽油版的350，都大概是6万，可算是比较少人去玩。通常你看到开这种车出来都是什么人比较多？都是大叔。我也是大叔。中国抖音就很红，因为它有一个外号叫"恶魔之眼"，就是它的尾灯特别漂亮。哦，那个叫恶魔之眼哈。中国嘛，现在是蛮红一下的，我在抖音看。最近哈，这个车对，而且他们的车价也是一直在上，改装件也是一直在上。不懂今天我拍了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再上呢？有啦，我们去看看这辆车啦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。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那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 这辆车有一个 IG 的，你们不妨可以去 follow 一下，去关注一下哈。它现在推出了第3代哈，以前叫做 C219，在我前面这个叫 C218，最新的叫 C259。那这个是第2代的 CLS， 车还是一样非常的长，然后有掀背型的设计，很大气、很大量、很 sporty、很运动化的一辆车啊。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？2年多前，那时候车价1.2多。前面的版本是来自于 CLS 63的，这个可以中国买回来啦，因为它没有分左驾右驾嘛。不过这个是窄版，如果是真正63的话，它会更加的宽。Xenon 的一个车头灯啊。 15年之后，它做个小改款，它就换成了有一个 DRL 的日行灯在这里的，不像这里一点一点一点，像一个 C 这样。但是这个也是蛮特别的，我觉得蛮好看的啦。轮毂这方面也升级了一个19寸的哈，这个是美国品牌，台湾制造，前后都不一样 offset 哈，反正大小 rim 那我们叫做用着 Michelin 的 PS5 的轮胎245/40R19，后面是275/35R19，然后它就升级了一套 AMG 的刹车卡钳前把。 后视对，怎么避震呢？原装的哦，原装啊。说这辆车原装会不会有带那种可调硬软的？没有。如果是350汽油版的话，就有 MATIC， 2根手指的高度啊。后面就大概也是2根手指的高度，轮胎非常的阔，有没有？有一个电动的尾翼，可是电动尾翼最近又心情不好啊。没事，但是它就隐藏在里面的。如果它要上的话，是大概上这么高，我上1点。 哦，它这样子斜上来，它有点像奥迪 S7这样子 ，Porsche Boxster 这样子。Exhaust tip 是也是 AMG 的，这个只是一个尾端罢了，还有一个 cover， 还有这个 diffuser 也是换过这片。打开尾箱，这个尾箱没有错的话是520公升，非常大。后面还可以做椅背倾倒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挂钩，去巴萨买东西没有问题。它手动打开，可是你关的话呢，就按这一个 button， 很暴力哦，拔下来。
其实它是有的，只是因为改了这个电动尾翼过后，它的重量太重，就变成它没办法升起来。原装的这个后面盖哦，它是一个 aluminium， 前面的 fender 还有它的引擎盖都是 aluminium， 这个就不是了啊，也花了不少钱在这个内饰里面哈。你看 CLS 啊，后面是2人坐的哈，中间是不能坐人啊，它就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，这边可以放一些东西，然后有2个置杯架，12伏电话，这个时钟是原装有给啦。时钟是原装，但是时钟它原本是在前面的，后来前面我改成这个涡轮出风口过后，我要把它去调来后面。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打算做成圆的，我买了圆的，但是它的那个线路没办法接，所以就没办法改回4方的。但是如果是圆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协调，因为涡轮出风口也是圆的。座椅呢有重新包过，它是造型很像新款的 S63。其实我的皮哦是那个 Alcantara 加 Nano-Leather， 在中国比较流行，他们是做再加丝的皮革，他们拿那个剪刀刀片挂是不会破，防刮、防火、防水、防脏。所以哦，其实你看到中国他们很多人开始做白内饰，我们白的皮哦，你2、3天就肮脏。他们那个用马克片来写，对不对？用清水加湿布一抹就过了。所以中国他们用这个皮革了过后，很多人接受做白色、米色的椅子。这里面其实有拉一些气氛灯在这边，可是要在晚上的时候才微微看得到啦，亮度没有调得太高。然后 ISOFIX， 哇，这辆车可以嘞，12年的 Camry 都没有这样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手扶。剩下4根手指的腿部空间，我的脚可以藏在里面的。可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椅垫呢，如果可以再稍微长一点就好。坐垫是不错，是少许的偏硬，因为这种欧系车会比较偏硬的。如果它坐姿可以再斜躺一点点，会更加的好。买 CLS 的人呢，他应该不会是老板，通常做老板的话，应该会买 E Class 或者是 S Class。而这辆车应该是比较喜欢驾车的人会买。后面其实讲真的，你要舒服的话，还是 E Class 或者 S Class。哇 ，Carbon Fiber man，Master 的 cover 哈，它原装没有 cover， 这个其实是 B&O 的 cover， 但是它原装的音响是哈曼卡顿。当这个窗口开下来的话呢，它只有这一块下到完，它会保留这一块的。前面的内饰是最大分别的，你会看到第一个就是方向盘不一样了啦，改了一个新款 AMG 的一个方向盘。整个内饰呢，以前的冷气出风口它是有那种叶片这样子的，看起来比较老气一点。可是现在换了一个比较新款的，要整个膜做出来的，你看 Carbon Fiber， 然后换了一个像飞机引擎的这个冷气出风口，有带气氛灯哈，晚上整副看下去就是年轻化。一般上很多 W212 的 E-Class 可以改啊，可是你看到 CLS 啊，很少人这样子改。但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年跟 W212 的脚刹是一样的，你那边踩，这边一放，风琴式踏板，这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小的储物格，坐进来这边有一点像 W212当年那个年代的哈，这里有一些按钮，你看还有1、2、3、4的号码，这个就是它的音量。哦，这边有一个 AMG logo 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么大力的？这个是360的那个 camera 的 control， 这是它的钥匙哈，我们就打造引擎一下，它是要插钥匙进去。哇哦，哇哦 ，V6 的声音就是不一样。我们来踩一下2脚。360 camera 换了一个 Android 的主机，按一下可以调，哎，方便嘿。左右转的话就有这种角度哈。Dashboard， 哇哦，大家看到 RPM 没？这里就是它切换的驾驶模式啦。现在是 Eco Mode， 按一下就会变 S， 你要通过这边看，这个是 Sport 啦。还有这个 A 是 Auto， 因为 S 太过暴躁，它是中间值，这是写程序写出来的，原装没有的，它只有3个，现在我们写多一个进去。那还有换挡拨片哈，中间就没有排档杆了的啦，它就换到来这里，这个叫做怀档哈，所以早期的奔驰很喜欢用的哈，也是。这个就是 D， 这个就是 R， 然后按一下这个上面 P， 打开车头灯、后雾灯，打开双向灯，哇，还有座椅加热诶，2个置杯架。还有这个手扶啊，就没有全景天窗啦。那个年代不太流行。阅读灯呢，按了这边之后，这里就有那个灯了。还有记忆座椅，这个方向盘呢，当我关了门之后，它会自动下来的哈。它是电动调节的。这里红色小拉杆拉一拉，打开引擎盖。它 idling 像 V8， 因为其实它这个是电子的 exhaust 来的 ，JSR 的牌子电子排气，所以它是模拟那个 V8 的声音。其实低热它是没有什么声音的，这个就模拟那个 V8 的声音。哇，玩低热啊，就是这样子玩，是不是很够力啊？你的气温坐上来的时候，是后面碰到整个屁股都是黑黑的。加一天就整个车尾变黑色了。给油才会有马力啊，不给油就没有。但是带来的缺点就是会喷黑烟。我以前不了解什么叫手动车，原来手动是喷黑烟啊，它就是手动了，恶魔烟哈。如果 facelift 的话，它这边就会变成黑框。
这个 cover 喷上去哦 ，V6 红色，好像 AMG 车款这样哦。这辆车的引擎代号为 OM642。DE30的3.0公升的 V6 引擎，原装有265 PS， 还有62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而且这个扭力呢，在1600转到2400转来了啊。CC 大就是王道，加上它又是一个新的 turbo。如果你是买到2.1公升柴油版的话，它就是一个 Twin Turbo， 但是也不够这个来了哈。现在有改装什么吗？改了一个ball bearing 的 turbo 咯，不过我就还是保留那个。Step 1的啦，因为那时候调过来就是该讲烟太多，所以现在 Step 1的话，马力大概是在一个300处，然后扭力在一个700处左右。而且这辆车是一个前置引擎后驱，悬吊方面前面是个麦花臣，后面是个多连杆。其实这辆车有很大问题嘛？大问题没有，就一些小毛病。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通病，就是它的那个多的 body 会肮脏会坏，但是因为它是低色，所以我们就把它 delete 掉。其实 delete 哦是把它那个气节门把它打洞，因为其实它在坏的时候哦，它会不知道它自己几时要开关。怠速你起步转速在1000多转的时候哦，它有时候会卡着，车会抖，它会气节门会自己开关，要么你就是直接换。但是它的气节门其实在这辆车在这个引擎它没有什么作用的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气节门那个门很像密封窝这样子打洞，就算它故障它自己开关的时候，它风也可以过。如果是你去修它的话，你去找这个配件它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它又很贵，而且它还会再坏。其实这个引擎用在奔驰还蛮多系列的，尤其是一些 van 车啊那种 heavy duty 的车，所以它会比较偏向于那种 ambulance 的车，他们也是用这种。很高哦，那个引擎盖。很高，而且它很大片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整个要吃掉你的感觉。你要关到来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声音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后面会有一点臭味，那个就是柴油了。然后第三点是柴油最近涨价了。所以政府在 training 我打9气，所以我下一个就要买 petrol 车了。那时候我改了 turbo， 我特调的时候，它的烟很多时候它还是很省，几乎跟我之前做step 1的时候是没什么差别。像你打满一缸油大概多少 liter？ 它是65 liter， 然后我打满通常是在60 liter 左右，所以那时候打都是在120块120多，现在就200了。然后那时候打120、130的情况下，我在城市跑是有踩的啦，大概是500多到600多之间。如果我是上 highway maintain 在一个100左右的话，可以跑到1000处。这个就是柴油的魅力耶，1000公里耶，一桶油。怀档了回去，奔驰的，方便了。其实你用惯了怀档之后哦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排档杆啊。我们习惯在中间嘛，可能中间的时候你的手就有位置放哦，比较舒服一点，有东西放。现在是空的，可是空的话呢，就看起来非常的讲嘞，比较松一点，比较舒服一下哦。其实是原装的避震器，我们过这个减速带，但是 E-Class 会更加舒服啊。它这个可能少许的偏硬朗这样哈。那你的车原装来是 AMG 的 line 吗？还是 AMG line 对 AMG line 还的？我看回去，它这个 spec 它是没有说是 Sport Suspension。有 AMG 的 line 的话，会比较少许的硬了哈，这样子讲，偏硬一点，木都蛮好加的嘞。饱满嘞，它的力有感觉到，你看1000多转呢换挡，1000多转换挡，对，很饱。开灯的时候啊，那个仪表真是非常经典的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一代奔驰的这个仪表的，跟那个 E-Class W212啊那些，因为它，哎呀，我那个行车在下面，有时候会弄乱哈。这个上面这一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定速啊，还有这个limit啊，限速哈。下面这里就是 signal。那你这个变速箱 7 speed 的 G-Tronic 哦，它有的 map 过吗？有的 tune 过吗？有弄过了，不过还是没办法解决，就是它这个天生就是会有时候会顿挫。顿挫的会，我蛮多朋友用这个牙箱都是会这样子。那感觉到它的换挡还可以耶，因为我之前加过7 speed 的，它不是每次，这是偶尔，偶尔而已啦，偶尔。因为它的其实换挡这个7 speed 让我挺满意一下的，虽然你不要比当年宝马那个8 speed 啦，ZF 啦，ZF 还是比较好一点点，可是这个对我来讲已经是算是不错了，它的逻辑性啊，它的这个换挡的速度啊是 OK 的，这个。主要它用这个压箱是要承担那个扭力比较大哦，因为它可以承受1000牛。这样子应该有 auto hold 吧？你踩 brake 踩深，之前你试过 W212也是踩到最深，对，放我这边的资讯表。Audio telephone，
这个是 trip 哦，下。你看它的这个 auto hold 很顺的嘞，慢慢的解放嘞，它不会好像需要我踩那个油逼它动了，它才来解放，很顺的一个。所以你看啊，你再想回来，这辆车是一个2012年的嘞，它不是很新的一辆车了，还可以给到你这种感觉。哦，这个 Eco Mode 的话就比较懒了啊，这辆车转速维持啊比较低。哦，我 feel 到你的力哦是2000转这样子来。这辆车我很喜欢它的那个油门哦，至少会让我觉得很容易去控制我要给的它的这个油是要多少，我给多少它就给多少的力这样子，不会好像因为我驾了几天了，有些车啊，现在很多新款的车啊，德国车，我驾了几天哦，我感觉到怎么我起步的时候跟它需要超一点车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油门踩踏哦，我踩那我不想它降档。可是他就去降档，我踩那一点点罢了嘞。哦，就是让我不喜欢的一点了。就算我在 Eco Mode 也好，然后现在我这样再踩多一点，我不希望它降档，可是它就没有降档。新款的呢就很难去抓摸啊，有时候。可能新款是9个 speed 的关系是吗？当然我不是在讲奔驰啦。OK， 某个品牌。你开 A 看？是看 A， 我是看 A。看好了，顺把油门踩下去，它就还不会降档，除非一下子踩。这是 A 哈，A 就是在 Eco 跟 Sport 之间，对，我们称为叫 Normal。为什么它不叫 N 呢 ？A 啊，为什么叫 N 呢？它是算属于一个敏感。比较敏感，比 E 敏感，但是没有像 Sport 这样。可是它暴躁。我有 feel 到，我有感觉到，我踩多一点油了，它就肯去，比较肯去。这个 7 Speed 的 AT 哦 ，7G 的话就换挡其实是不错，只是在于我用 Pedal Shift 的时候，它会比较 delay 一点。会 delay 对。就是我按了可能1秒钟它才来反应这样子。是。所以你的这辆车的它的转速哦，它其实大概多少转它就没有力了。应该是差不多4000哦，4000多一点。这个方向盘的也是 OK 的，敏感度。无法想象一个12年的 CLS 哦，驾起来是如此的舒服。其实你讲它很跳，它也没有很跳，它就是在比 E-Class 再 Sport 一点。可是驾起来是挺舒服的，这辆车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800公斤咯，很舒服，车身有重量，所以你走 highway 的时候很爽。但你走 highway 下来 ，JB 下来的话，最高时速你走过多少啊？这样子？240多。哇哦，还可以再去，但是就给车顶着了，因为现在 highway 太多车了。所以我现在走着100 km/h，其实它在auto 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进入到7档的嘞。还要我刚刚按一下它才会静下，因为它的转速真的是太低了。你看我走现在95 km/h，在7档的情况下才1500转，对吧？对啊，1500转，看都不到1400多转，对。对。跑100的时候也是1000多转。这辆车的竞争对手是 BMW 的6 Series 啊。对。OK， 当然12年的6 Series 还有出一个4门版的630i 啊。我们叫 Grand Coupe 啊，没有错的话，对，就4门的，现在的市价也是不便宜哦，也是要12000左右啊，是，对，那辆车也是挺好看的。其实它跟 CLS 两个都是让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辆车，主要是它的车够宽大够长啊，是够长就很好看了那个车。然后它的窗口也偏小，所以你在外观上看起来它比较 sport， 像跑车这样，很安静了这辆车。要不是你用 PS5 的话，那个胎噪都没有太大。其实同个时期的车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安静，因为它是无框车门。然后它的风噪，我之前试都是在170左右才开始来，我觉得比新款的 C-Class 我朋友的好很多。它新款的 C-Class 差不多在120左右。这边进来是不是？对。而且它没有无边框哦。对。对啊，这个就是 C-Class 的 W205都已经开始有这种问题了。是。对。所以对于一个12年的车，等于现在已经12岁了，它170的时候才有风声，我觉得算很满意了。有时候我们玩改车的就，有时候会懒啊，就感觉到
人家已经改完了哦，买这种回来是最好的了。好像你这种车现在如果要卖啊，如果像有些人懒惰的，喂，人家改完了咯，我还改什么？买咯，不用去花时间了。可是也不懂怎样卖啊，改了多钱？你不懂要开价开多少，重点是。所以你玩了这样多东西，改到来讲，以前是最马力也这样高，曾经这么高，然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了。你的原因就是你买多一辆车来玩？没有，因为我老了，买多一辆车潜力更大。啊，那个潜力更大，然后你那个车慢慢给它改，不用紧，你还有这辆车架，还很舒服哎。那个我应该没有改什么东西，就是做 Step 2吧了。就有点倒反天罡哦，这辆车就很 sport。很 AMG 的感觉，但是它没有一般，就是没有那辆看起来很房车、很家用车的快。然后那辆家用车看起来很家用车，但是它就比可能可以比一般的235快。对，还有4驱耶。对。这么它突然出这个，这个是没有限速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多路牌哦。对，哇，你厉害，你知道。哇，这个年代的车有多路牌的功能。这么厉害哦，这个科技，做饭这也显示没有坏到了哈，都 OK 啦。多路牌啦，什么 blind spot 啦这些，其实是改过的东西它才会坏。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的那个熄灯灯，是因为你改了 LED 的，它那个电压不稳定，它才会跳出来。它其实它的底盘跟 E-Class 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我在做一些维修底盘的东西的时候，它还是跟212不一样。它零件也不一样，就是它拿出来一看，这是218，这是212，它的那个角度不同，所以你还是要买回218，然后218的比较贵。啊，以前我买车的时候是讲 W212 共同一样的，结果我在维修的时候又不是哦，就是可能长那。它可能有多一个东西顶着，要多一个角度去弯，就变成那个你又不可以用 W212了。我想啊，那亏多一个几百块钱。终于可以踩到2500赚了。OK， 我现在换掉去 Sport Compressor， 好，关掉啊。3、2、1，踩完。我听到这个波声了。我后面喷黑烟呢，100。你负多大一定会。它的转，我明白你讲它的转速啊，2000多才会full动这样子啊，所以那个奥迪的话，你讲什么？1000多就来力了，1700左右的时候。可是它的动高就是哦，我的转速不用拿太高，你看我就2000多转，轻轻这样子踩，你看它的速度，哇，舒服哎，走高速，很舒服哎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哎。很稳，因为它的 wheelbase 比较长，这个刹车也很定，very good。哇，它 OK， 这个 Sport 可以，这个 Sport 可以。我一 break 了之后，它降档给我的话，就 stand by 着让我，你看转速3000转。虽然这个车不是很新的车，它是一个12年的，可是它有这样的这种设定已经是不错了的了。当然，现在新车会更加的极致啦，这个 Sport。开始在喷人家烟的感觉，对，开始想到一样东西啊。如果你今天驾车遇到一个lane hogger 啊，我们叫做，他是很喜欢挡在 fast lane 啊，然后他死都不要让你的话，你去他前面喷他黑烟的感受会是怎样呢？他自己感觉会怎样呢？开这辆车出来，我觉得女人开，我觉得还会有压力，因为这辆车很宽又长。然后加上它的坐姿蛮低一下，这个挡风玻璃又这么斜，所以他看不到车头啊。他会很怕，会怕开车头在哪里啊，车尾又在哪里，干嘛这么长又这么宽，看不到那个盲点啊，这里下面的盲点。是，其实你看前面跟旁边的镜子都比较小片。对，某个程度上有一点算是你买了这辆车过后，你就先 training 你未来驾跑车。驾蓝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啦。其实奔驰的那个 GTC、GTS 都是很小的，它镜子。其实现在 CLA 的新款的45S 也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而且它会有一个少许的盲点，是在于我左侧这一方面，左侧的这边的椅子啊，还有这个玻璃小的关系，所以有时候我要看左边有没有车啊，有没有盲点那方面的时候啊，就会挡到一点，所以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这样的。可是你关了是没有事情的，它是可以看得到，只是说看到的这个窗口比较小了这样。对，这样车有那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哈，
所以只要我的车一过这个白线，我没有打 signal 的情况下，你看它会抖。方向盘就会给你震动，好像在玩那个 Logitech 的感觉。哇，真的很舒服，这样子走长途我很喜欢。原装的避震器哦，没有放 Sport Spring 哦。没有。但是它前面有一只有点漏油了。过后也是要换的。驾这种车就是要听这种音乐，然后再配上一支红酒在后面。我是听复古歌会比较多的，复古啊，经典的 classic song。我来试一下白衣过这个弯。哇，你看人家新地也是这样子过哎。我试一下。哇，为什么这样多沙呢？哪里？OK， 谢谢你。是第一方带2的瑞嘛，白色的。哇哦 ，not bad。OK 啦，就整体来讲，这辆车的驾驶感受都很符合我的口味。然后我的口味就是，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那种房车，又有动力的房车。然后驾出去非常的大气。虽然有时候你出去很头痛，就是 parking 比较难找啦。是。就我乖乖的奶奶嘛，我还是乖乖的 parking 在位置里面，我不会乱 double park 的。就算 double park 也会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double park。所以我很选地方去吃东西、喝茶那种。所以这种车是我的一种口味。可能在看视频的你们呢，应该也是喜欢这款车才过来看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啊。所以这种房车掀背型，可是哎呀，我就按到这个了。退后，退后，颜色好嘞，那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Part 2的影片就会冲上云霄了，各位，期待试一下一个3.0内上山。虽然这个 diesel 你在改什么 exhaust 不会有声音的啦，我们来享受一下柴油的这个魅力哈。可是如果你不讲啦，我这样子加起来，我完全没有 feel 到它是一个柴油车，还是很没有声音，它没有声音。如果本身离着4缸的话，你可能会感觉到那股小水的震动，可是在这个 V6的话，就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感觉，不会，几乎它比我朋友的宝马的 petrol 还要安静。等一下，它这边斜坡，我要先按这个。OK， 再来按。会自动上来。好了，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In audio.